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5档在台股上市的美债 ETF， 其中一档 ETF 它的殖利率更是高达 5.2% 哦。且这期影片跟大家分享的这5档美债 ETF， 它们的配息的规则有季配息也有月配息的规则，所以可以让你轻松搭配出月月领息的投资组合哦。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车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的帮助。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我的美股投资攻略的话呢，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去购买美债 ETF。其实主要有2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美债它有提供历年新高的殖利率。因为2022年的时候美国基准利率持续的调升，来到了近15年来的新高。基准利率调升除了对股市还有经济会造成负面影响之外它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它使我们的债券殖利率越来越高。好，那债券殖利率越来越高，就代表说你投资债券你能获得的报酬率就会越来越高。第二个原因就是投资人想要赚取债券产生的资本利得。因为最近代表美国通货膨胀的数据，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有大幅下降的趋势，所以呢，投资人呢开始预期美联储将在2023年年初将利率升到顶点之后呢，就会开始逐步的进行降息。而债券有一个基本的特性，基准利率会正比于债券的殖利率，然后呢反比于债券当下的市场的售价。所以只要我们在债券利率比较高的时候呢购买进债券，然后呢在债券利率比较低的时候呢卖出我们手中的债券，我们就可以赚取资本利得。好，那以上这2点就是为什么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开始去投资美债 ETF。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债券的价格，但是呢基准利率的影响是重中之重。好，那有哪几种管道可以投资美债 ETF 呢？这边跟大家分享2个管道。第一个管道是使用美股券商投资美债 ETF， 像是你可以投资美国全市场型的债券 ETF BND， 或者你可以投资美国20年期以上的国债 ETF TLT。好，那这2档 ETF 都是非常不错的 ETF。 那购买方式就像是一般下单买股票一样简单。那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可以使用台股券商来购买台股发行的美债 ETF。 那这个优点就是它非常的方便在台股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那最低的话呢，你甚至只要花30几块钱就可以买到1股。那上面介绍了这2个管道，它们的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内扣费用的不同。像是刚刚介绍的美国全市场型债券 ETF BND， 它的每年的总开销费用是 0.03%。 那美国20年期以上的国债 ETF TLT， 它的内扣费用则是 0.15%。而台股发行的美债 ETF 他们的平均总开销费用是高达 0.25% 以上。所以呢，这一来一往，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呢，那你的绩效表现就会相差非常的多。所以以上这2种投资方式，你要如何选择呢？你就要自行去斟酌一下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5档美债 ETF。 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债券的利息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债券它的获利主要是来自于它发放的利息。那当债券的潜在风险越高的时候呢，那投资人就会要求这个债券要提供更高的利息，他才愿意购买这个债券。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殖利率的大小是公司债券会大于政府债券。因为政府债券呢，它通常风险都比较低。但是如果你的政府债券呢是来自于一些新兴市场发行的话呢，那你的风险可能就会比公司债还要高哦。好，那第二个特性就是在正常情况之下，当我们购买一个到期时间越长的债券，那我们承担的风险是不是就会越高？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发行者可能会倒闭，所以你买30年期的债券，相对于你买1年期的债券，那你风险来讲的话呢，30年期的债券它的风险应该是会比较高。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大部分殖利率的相对大小是长期债券大于中期债券，大于短期的债券。好，那我们了解以上这2个特性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今天的5档台股上市的美债 ETF。 好，那第一档美债 ETF 是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00772B，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彭博10年期以上高评级美元公司债指数。
那这档 ETF 呢，它的投资类型就是属于公司债。那它的成立日期是在2019年的1月19号，那成立日金大概有4年的时间。那除息月份的话呢，是每月除息齁。那它的股价的部分现在是35.7块，那它的殖利率的话呢，就是 4.51%。那它的受益人数的话呢，现在是10947人，月增率的话呢是高达了 54.7%，它1个月的时间之内啊，增加了3000多人购买这档 ETF 哦。那这档 ETF 的规模是609亿台币，那它的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是 0.31%。好，那第二档 ETF 是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00720B，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彭博美国20家年期 BBB 公司债流动性指数， BBB 就是公司债的评级。那 BBB 以上的公司都是属于投资级别的公司，如果它的评级是属于 BBB 以下的话呢，那它的风险相对于 BBB 以上的公司呢，它的风险就是更高的。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公司债 ETF， 它都最少是 BBB 以上的公司债，那风险的话呢，相对来讲就是比较低的。好，那这档 ETF 呢，它的成立日期是在2018年的1月19号，那除息月份的话呢，是在每年的1月、4月、7月跟10月份会进行除息。那股价的部分的话呢，现在是34.9块，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是 5.27%，我觉得是非常的高哦。那受益人数的部分的话呢，现在是9690人，月增率的话呢是高达 36.6%， 也是非常的多。那 ETF 的规模的部分的话呢是344亿，那 ETF 的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是 0.46%。好，那第三档 ETF 是元大 AAA 至 A 公司债，那它的股票代号是 00751B。那这个 AAA 的话呢，就相对于 BBB 来讲，它的一个风险是更低的。那它这档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彭博美国20家年期 AA 到 A 公司流动性指数。好，那它的投资类型的话呢，就是属于公司债的部分。成立日期是在2018年的9月20号，那除息月份的话呢，是在每年的3月、6月、9月跟12月。那它的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是 4.46%。那受益人数的话呢，现在是6421人，那月增率的话呢是高达了 13.9%， 也是非常的高。那它的 ETF 的规模的部分的话呢是563亿，那它目前的内扣费用的话呢是 0.26%。好，那接下来我会介绍2档美国公债 ETF。第一档美国公债 ETF 是富邦美债20年 ETF， 它的股票代号是 00696B，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富邦美国政府债券20年期以上的指数。那它的投资类型的话呢，就是美国的政府债券。它的成立日期是在2017年的5月31号，除息月份是在每年的1月、4月、7月跟10月。股价的部分的话呢，现在是 33.6块，它的殖利率的话呢就是 2.91%。受益人数的话呢，现在是4980人，月增率的话呢是 1.84%。那 ETF 的规模的话呢，现在是191亿台币，那它的内扣费用的话呢是 0.2%，是今天介绍的美债 ETF 当中内扣费用最低的一档 ETF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政府债券的第二档 ETF 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它的股票代号是 00679B，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ICE 美国政府20年加年期债券指数。它所投资的类型的话呢，就是政府债券。那它的成立日期是在2017年的1月11号，它的除息月份的话呢是在每年的2月、5月、8月跟11月份。股价的部分的话呢是 31.8 块，那 ETF 的殖利率的话呢是 3.52%。它的受益人数的话呢是今天介绍最多的一档债券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高达 39,053 人，月增率的话呢是高达 22.7%。那 ETF 的规模的话呢是347亿台币，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是 0.28%。好，那我们把刚刚介绍的这5档美国债券 ETF 呢，我们把它放在同一个表格来看一下。那这边的话呢，我可以看到2个重点哦。第一个重点就是美国政府债券的 ETF 相对于公司债券的 ETF 来讲，他们的殖利率是不是比较低？就算他们都是一样投资20年期的，但是它的殖利率就是比较低。因为美国政府债券它的风险相对于公司债券来讲的话呢，它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风险比较低的话呢，它殖利率自然就会比较低咯。好，那再来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5档 ETF 都是相对安全的美债 ETF， 它们包含美国政府债券的 ETF 以及 BBB 评级以上的公司债 ETF， 是相对比较安全的美债 ETF 哦。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更高的殖利率，当然也是有办法的，你就要去投资非投资级别的公司债 ETF。但是呢，你获得比较高殖利率的同时也代表你承担了更高的投资风险，因为这些成分股它们可能会缴不出利息哦。
那投资这5档美债 ETF 有哪些事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吗？我跟大家分享3个你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你要注意的事项就是美国利率的调升风险。因为如果美国的基准利率不像我们现在投资人预估的会大幅的回调，而是持续的上升一段时间的话呢，那债券 ETF 的价格还会大幅的下降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二个风险就是汇率的风险毕竟我们投资的是美债 ETF 嘛，所以这些债券 ETF 它们的成分股当然也是美国债券嘛，所以呢也是会受到汇率风险的影响好，那以上这2个风险，一个是美国利率调升的风险，一个是汇率的风险。那上面这2个风险它其实是相对的。我直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假设未来美国的利率它是持续的上升，就会导致债券它现在的市场价格会下降。那是不是感觉好像亏了？但是呢，美国的基准利率上升也会使美元的汇率走强。所以呢，这2个效应相加在一起的话呢，你的投资结果就不一定是亏损好，那接下来第3个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费用高低的风险如果你是长期投资，那历史的大部分情况，美债的报酬会低于美股的报酬。如果你是投资美债的话呢，然后你的费用率又非常的高，那你的获利自然就会变得更少咯。所以如果我们要投资美债的话呢，我会更倾向去使用美国券商去进行投资，因为我们可以使用美国券商去投资那一种低内扣费用的美债 ETF。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去使用美国券商去投资低内扣费用的美债 ETF 的话呢，我有将这个教学呢放在上方的这部影片当中大家可以自己去观看好，那如果你想要买的美债，然后呢就放着不管，然后你也不想要去领资本利得你也不想做价差的操作，你只想要领债券配发的稳定的利息的话呢，那你应该要去投资的是单一的美债，而不是去投资美债 ETF。那至于要如何去投资单一的美债呢？可以看我上方的这期影片，那我有分享如何去投资单一的美债那我是教大家如何去使用 IB 盈透证券，然后来投资单一的美债。好，那接下来进行我们的自我评量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呢，你会想要使用哪个管道去投资美债 ETF？ 1. 美股券商， 2. 台股券商。那第2题就是，如果你要投资美债 ETF 的话呢，你会选择哪一种 ETF 去进行投资呢？ 1. 政府债券 ETF， 2. 企业债券 ETF。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啦。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是不随意这股市，只真心法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那我会将这影片连结呢放在上方的留言栏，放在上方，放在下方留言。好，